Hello，大家好，这里是毛怪先生。今天呢，我们继续制作 Spine 2D 建筑动画。今天要做的呢，又是一个建筑动画里面非常常用的特效动画。当然，这种特效呢，可以应用于很多的地方啊。好，在我们开始制作之前呢，给毛怪先生点一个赞啊，请订阅毛怪先生的频道，感谢啊。好，Let's begin， 还是 beginning， 怎么念？不知道。好，这是咱们之前做的一个升级动画，升级动画。好，不管它了，我们来看这个建筑啊，这个建筑。我现在要做的呢是一个建造中，就是有一些小锤子呀，有一些那个烟雾特效等等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建造过程的一个动画吧。然后有一些烟雾特效，有一些锤子在这儿砸呀，就类似于这种。当然我们看到的图呢，跟那个现在在做的项目里面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大家理解就好。好，我们现在呢选择这个烟雾啊，这个烟雾 smoke 2这张图片，我已经把它单独的放到了一个骨骼里面啊，单独放到一个骨骼里。为什么还有一个骨骼？对，注意看啊，这是一个主骨啊，这是一个主骨，在这个主骨下呢，然后单独放了一个这样的骨骼，骨骼里放了一个烟雾。这个烟雾呢是，我的烟雾图基本都是网上找的，然后可能裁一个局部啊等等，这种图还是比较好找的啊。你要有这种 PS 的烟雾笔触，烟雾的笔触呢，直接画一个就好了。这个东西呢就不细说了啊，到处都好，都比较好找。好了，我们进入。动画这个动画呢是之前一个文件复制过来的，所以大家看里面这么多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啊，就是 smoke， 就是这一项 smoke 2啊，在这里现在显示的是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把那个smoke one 图片改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呢是要单独先做一个单独的烟雾的动画。好，第一帧见关键帧，后面一帧放大，它呢就是一个烟雾在这个地方哇呼呼呼这样一个循环的动画。放大，速度有点慢啊，放大，然后调一个曲线加速减速曲线。OK， 然后呢是透明度变化，透明度大概就是这样的啊。我这张图片本身呢，就是带有一定的透明度啊，带有一定的透明度。在这儿呢，介绍一个技巧，就是如果你希望这张图片在整个的 Spine 的动画过程中都是带有透明度的，它就是说没有百分哎，这嘴咋了是吧？没有100%透明度的这个情况，它一直是半透明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建议去修改 PNG 本身的这张图，而不要在这里去，比如说这两个关键帧啊，这两个关键帧，你看我现在它的透明度是100%，对吧？那有可能呢，你给它调到一半，对吧？但是这样呢，就是总体调的时候就不太方便，对吧？如果这张图本身的透明度呢是如果这张图本身的不透明度是100%，就是那如果你想调半透明的效果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给它调成大概这个样子，每一帧呢都要调成这个地方，所以呢就不太好调。所以呢建议，如果它一直是半透明的状态，那就直接调节 PNG 本身啊，就是这样。好，调这样一个效果，放大。复杂一点呢，就稍微加一点旋转呀等等。你要想再复杂的去改编，给它加点，做一点这个图形的拉伸都可以。好，放大。然后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房子。好，
这一帧啊，这一帧，第一帧复制到最后一帧啊，第一帧最后一帧一样，为了做那个偏移。好，然后回到设置状态，注意找到这根骨骼，复制几个。这个呢，其实有4、5个就够了。好，调一下位置，跟上次做的那个爆炸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爆炸后来我改了，那个就是不太像那个做完升级的那种感觉，就是像爆炸，把房子给炸了。甲方呢也提了这个需求提了这个要求，所以后来呢把那个给改掉了。好，回到这里面我们看一下，调一下位置，再加一个吧。好，每一个可以再稍微做点大小的这个区别。好，下面这个往里挪一点。OK，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 ，Smoke One 所有的动画，这个关键帧太烦人了，去掉它。刚才可能摁错了，所有关键帧复制到 Smoke 2里面。要是你们做呢，就可以复制一个动画啊，相同的2个动画。第一个动画是做备份用的啊，第一个动画做备份，第二个动画呢来做偏移。偏移好，选中偏移，然后每一个稍微往后挪一下。我现在做偏移呢，就是不用算那么细，看着差不多就行。不好，不好，感觉呢这2只应该挨着一点，中间时间稍微紧凑一些，也可能是烟雾不够啊，烟雾不够的话，一会儿再复制几个。你看，果然烟雾不够，是吧？不够的话，回到这儿，不对，回到这儿，回到 Animate， 然后选中哪个没有偏移啊？哪个没有偏移啊？看一下，这个这个没有偏移，选中它，复制一个，放上面一个，再复制一个，再复制一个。OK， 回到 Smoke Two， 看看没有偏移的，再往后挪一挪，这还有一个，这样感觉是不是就好多了？中间感觉太密了啊，再挪一下，这种感觉呢，就是让它变成一个一团的感觉，这样就好一些了，是吧？同时呢，这两边的栅栏它有一个往下掉的效果，这个都事先做好。就是我在讲第一节课第一个建筑动画的时候，事先就说了一下，我们需要制作的动画呢，一般都把它做成一个总体的动作库，然后需要什么呢？直接在里面去挑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从那个总的动画里面把它换了素材换了素材。这些动画都是一套做好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其实很简单，掉落就不用说了吧，掉落，掉下来，然后呢，下面这个蓝色箭头，蓝色骨骼里面放的是烟雾，这个烟雾也之前做很多次了，一个砰，然后它们呢，我给它放到一组里了，放到一组，这个呢，挪起来就比较方便，这是另外一组。其实同样的动画，就做好一个东西，然后复制很多，改里面的素材非常方便。好，把这2个呢再结合在一起它是栅栏先掉下来，掉下来呢，我们
像 Appear O 这是一个全部的动画，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个这个 Appear O。Appear O2 这里面先把这个动画，哇，这都是什么东西？那么多东西，这是啥？好，不管它，先把它偏移一下。只要选中这个骨骼，这个骨骼里面，看这根主骨里面所有的动画，往后偏移。你注意看偏移，不是偏移，那个位移位移。你注意看，我在位移的时候呢，就是我在第一帧，第0帧和第1帧是一样的，复制了一个。我在位移的时候选第一帧，而不选第0帧，这样呢就能保证首帧永远不变，否则它有的时候透明度会出现那个变化，或者你还得单调那个透明度好，掉落，这个怎么还一板啊？这个板子也往后挪一挪啊。好，这样看着是不是生动一些呀？掉落，然后呢，烟雾腾起烟雾升起。这个烟雾升起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这个因为本身是一个循环动画，但是如果想让这个烟雾从无到有，然后再逐渐消失，集体调透明度呢，可能还是不行的它效果不一定好。好，我们把这些动画复制到这个 Appear 2里面大概从第10帧开始吧。第10帧开始，然后这些烟雾进来，这是一个多少帧的循环？注意在这儿呢，看循环消失。消失之后呢，那2个栅栏还得飞走这还真忘了。进来，你看这样的话，等于最开始这个烟雾就出现了。那怎么让它不出现呢？我们简单的先试一下，把所有的烟雾先调成透明度，先调成0 ，smoke 这些 smoke 选中第1帧透明度调成0，它应该会淡入是这种效果。这其实也不对，呢，就等于这一帧第10帧，咱们先调成0，看一下。你看这种感觉就突然出现的，对吧？突然出现呢，像这种情况就有一个办法我们先把它全都删除它的动画全删除。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在 Smoke 最原始这个动画还记得吗？这样的，我们看时间，这个我缩短了14帧。好，先把它改成14帧左右，14帧。注意把这个不偏移的动画选中，看见了吗？不偏移的动画，然后把它复制到 Appear O 里面。注意看，应该从哪开始呢？从第10帧吧，复制粘贴，贴到哪儿了？贴到这个位置了。然后也是这一帧帧贴3次3次，对，3次循环的动画。这样呢，我们先把第1帧的透明度给它改成0。第1帧改成0这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呢，注意看这是所有 smoke 的骨骼，在这儿选位移而不选偏移你只要位移它们这个骨骼就可以了，每一个往后偏1到2帧，对吧？那还不能都是1帧，1帧它差得太近了，1到2帧吧。注意看这个应该差不多循环到偏移到23、24帧左右。这样也相当于一个偏移，而且最后呢，它能消失注意看，是吧？这样效果就会比较好了。淡入，消失，淡入，消失。当然，这个骨骼的位置不太准我们回来把骨骼的位置调一下，这个就比较好调了。它的主骨，主骨在这儿，里面所有的骨骼都往中间挪一挪，是吧？太偏了。看一下效果，
烟雾消失，然后呢，这个几个东西飞走。飞走呢，就直接坐在这儿吧。这怎么还有曲线呀？它应该是自动给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吧？这个地方啊，果然它给加了个曲线，在这儿呢改成直线就没事了。哦，这个地方呢飞上去，哎，飞走，飞走，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加速动画，飞走，消失，透明度变化。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没完呢，把它再加一个比例的变化，跳之前稍微有点这种放大的感觉，然后跳上去又拉长。好，看后面这个团跳啊，团起，团起，然后可以把拉伸就行了。这两个动画呢，复制给右边这个栅栏这根骨骼团起这个地方好团起，然后单调一下它的透明度变化。烟雾弹起消失还有一个它，那么多东西，它先弹吧，弹起早一点，然后透明度消失。好，我们最后呢再来做这个锤子啊，锤子绑骨了吗？我看看还没绑骨。锤子的骨骼应该绑在哪儿呢？我们拿一个长的骨骼长的骨骼。一般来讲呢，就是物品的这个中心点呢定在你看武器啊或者这种拿着的东西啊，它一般定在手要握住的地方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这样，然后一般呢，我为了控制它的位移，会单独给它一个骨骼你们大家总看我的视频呢，就会非常习惯我的这个方法单独一个骨骼控制它的横向移动这个层级调一下，这个锤子应该在这儿。这三个 decal 呢是围栏，锤子在最上面吧，在最上面。然后给它一个锤子下降的效果，锤子从上面掉下来，空中出现，它给它一个关键帧，然后第一帧这样的效果下来。它呢，因为要浮在空中，所以就给一个普通的曲线就可以了，再往里一点下来，这个地方开始做它的这个角度变化，抬起，垂下，大。垂下，好这样就可以了。当当当当当，好，直接然后飞走，弹出，前面是弹入，弹入，当当当，弹出，
然后这个基础上呢，再配合一下之前做的升级动画，哇，就很酷了，哇，好帅，是吧？这两个要合在一起，能不能一起放？时间差，有时间差这个不行，到时候这得让程序在 Unity 里面去配。当当当，哎，飞走。再检查一下节奏啊，这个锤子感觉飞的有点啊，它锤完就应该飞啊。其实锤完就是这一帧，锤完飞起，所以呢，它可以跟别的动画同时结束78帧。感觉整体稍微慢了一下，跟那个最终的需求是比最终的需求时间慢了，再紧凑一点。好，然后呢，我觉得给锤子这个骨骼咱们得用上，还给一个这样的，给一点就行了，对吧？感觉好一点。但我觉得它应该往外走，往外走呢，就是第一帧在这个地方，最后一帧走出去。好，然后呢，再给锤子加一些敲击的效果。敲击的效果，这个敲击效果呢，就简单一点就行了啊。咱们画一看。我觉得可以直接用之前画好的素材啊，就是有一个 star two 啊，这就可以了，对吧？之前那个简单的锤击效果也是用它做的，可以直接用 star two。当然，这个就不用做那么复杂了，因为它本身就比较一个速度比较快，然后主体是烟雾，所以这一个小小的锤击就不需要太过于细致。也是先拼一个这样的东西。好，它呢，它就应该是跟着锤子走，对吧？绑在这个骨骼下就行了，正好是在这个位置啊，它每次能锤到，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它们的默认的透明度，咱们就调成50，敲第一下，打，star，把第二下，第三下，开一个曲线，然后这两个是阶梯曲线。叠加效果改一下啊，让它更亮一些。但我觉得刚才跟随的效果不好啊，它砸完的地方那个特效应该留在那个位置。还有特效太大了，缩小一点。好，那它呢就不能绑在这个锤子的骨骼下了，还是放在 root 下啊，放在 root 下。看，本来想做的简单一点，还是不行。然后它的第一帧位置呢就在这儿啊，第二帧位置呢就在这个地方。哎，第一帧在哪里？第一帧在这儿，第二帧在这儿，第三帧在这个位置。然后3个位置呢直接调成阶梯曲线。好，层级改一下啊，层级应该是在
，hammer 的下面，当当当，感觉中间少点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加一个东西吧，还是用现有的素材来拼，省事。这是哪儿去了？这里 star 加一个5星 star 哪里去了？star 一个5星放在中间，对吧？好，叠加效果 additive，层级调一下，那就得跟着他们一起来调透明度了，是吧？哪里去了？这儿。2个阶梯曲线，这形状感觉怎么那么别扭啊？哎，还不如画成一个正常的敲击的效果呢，是吧？回来改一下，看着太难受了。这个呢，不如就往里放一放。哎，这样看起来可能更好一些。好，我觉得旁边呢再应该加一点小的碎渣，对吧？做的细致一点，小碎渣。小碎渣呢，用上午画的一个小素材，那个素材是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啊，一个小的素材 ，Light 4吧？哎，不是，哎呀，是什么来着？啊，这个，哎，也不是。啊，用一个小的素材，这个素材是这个 noise 杂点，哎，用它来代替一下旁边的这种，哎，像敲完了有一点这种小的杂物的感觉，对吧？然后把它颜色调的暖一点、深一些，这种感觉的。好，把它放到它应该在星星的下面，这样。然后同时呢，它也应该，它的骨骼应该跟着啊，对，就是它，好，没问题。一样调一下透明度啊。好，在这个地方呢，来调节。好，有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到这儿呢，透明度变成0，它可以比别的稍微慢一点。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好一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有点，给它一点变化吧，变成一个 mesh。在这儿创建一个网格的关键帧，你哪里去了？为什么？网格的关键帧呢？咦，我这怎么回事？这什么情况？放大一下看看。咦，网格的关键帧在哪里？哎，在这儿呢。放大第一帧稍微小一点，最后一帧放大一点，不用太大。好，这样呢，给一个曲线，复制关键帧。
哎，这样效果就更丰富了，是吧？嗯。再调一下层级啊，我觉得这个层级它应该在星星上面，再看看效果。哎，这样会好。我觉得烟雾可以再做一些更复杂的变化，就是呢，看这么多变化，对吧？我们可以让它丰富一点。丰富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这一段，哎，哎，这不太好选。比如说，哎，删除，删除，删除。说这一段变化，咱们让它的时间稍微放慢一些。是，取下，改不改也没关系啊。哎，这样偶尔呢，就是比如说选个这一部分删掉，然后这一部分也删掉，选2到3个，这样呢，中间会有几个烟雾，感觉会比较慢。啊，你看看，这样是不是感觉看着更有意思一些啊？好，最后几个烟雾消失的，让它透明度变化的时间持续长一些，有一种渐隐的效果。好，那就是这样啊，这整个的建造过程就是这样制作的，用了几个素材，然后一个建造，里面那个建筑呢，再由程序去替换就可以了。OK，那么今天咱们的动画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请订阅、点赞，毛怪先生，我们下次再见，See you next time 啊，拜拜。我饿了。